大家好，我係阿夫拉，今日就同大家傾下花火究竟缺乏咗啲乜嘢。花火咧，於目前環境嚟講咧，花火係自呢個嘅知更鳥、丸媒之後咧，第三個值得抽嘅同諧角色。咁花火咧就係以呢個嘅對單體提高爆擊傷害、行動提前 50%、大招回復4個戰技點以及全體真傷而成為咗呢個人物特色嘅存在。直到目前為止，我依然認為花火其實都係值得抽嘅，因為依家嘅目前遊戲環境咧，對佢咧就冇咁有利。咁今日咧我就會從佢嘅速度、能量、戰技點以及輸出咧去分析花火呢一個嘅角色，佢嘅優點同埋缺點，以及我認為佢需要加強嘅地方。第一部分我哋開始講下速度拉條嘅部分。花火嘅基礎速度為101，咁啊比知更鳥慢1點。而知更鳥或丸媒咧，佢哋本身都有咧對呢個嘅全體速度或者拉條咧有所提高嘅。而呢種嘅比較咧就會對花火比較不利，特別係自知更鳥出咗之後咧，就會攞嚟做一個嘅鮮明嘅對比。花火施放戰技之後咧，就對單體目標咧就有一個嘅行動提前 50%， 咁持續咧 1.9 回合。所以咧好多玩家咧為咗彌補花火咧呢一個嘅不足咧，佢哋嘅遺棄咧通常都會咧比較偏向於順使兔啦或者風兔，以彌補花火嘅不足。然後我哋就講到能量嘅部分，花火嘅能量需求咧只需要110，比丸媒同知更鳥都要低。咁照一般常理嚟講咧，花火施放終結技嘅速度咧，理論上係會比丸媒或者知更鳥更快，但係我哋需要留意一下花火究竟有啲咩途徑咧，去令到佢嘅能量回復速度加快。喺唔計算遺棄內圈嘅情況下，花火回復能量嘅手段咧，就只能靠痕跡嗰個嘅額外能力。發動普通攻擊嗰陣咧，額外恢復10點嘅能量。如果同丸媒或者知更鳥咧相比較下咧，花火嘅回復能量手段咧真係非常少，佢只能通過其他鋼錐又或者遺棄去改變呢個情況。講到呢一個位呢，係好多玩家唔會留意嘅地方，而呢個位亦都可以話算係花火嘅弱點。啲原因呢，後面我會再講。之後我哋就講到戰技點呢個部分。咁戰技點呢個部分呢，無獨有偶啊，就係花火嘅專長。一個終結技呢，就可以回復4個戰技點。咁你都可以話呢個係花火嘅專利。不過要動幾多次先至可以開到呢個大呢？咁呢個關鍵位置就同你嘅速度以及能量回復有關啦。而最後呢，我哋就講到呢個嘅輸出嘅部分。花火咧就同知更鳥一樣啦，都係獨攬咗2個嘅真傷城區。首先就係全體真傷嘅部分，丸媒同知更鳥嘅部分咧就會比較容易理解，只需要用一次戰技，跟住再開呢個嘅終結技。如果喺3個回合裏面咧就保持住全體真傷嘅陣役，但花火咧就同丸媒或者知更鳥唔同，花火必須要靠全隊消耗戰技點去獲得全體真傷嘅疊層，以及花火開終結技去獲得米龜，從而再額外提升全體真傷嘅部分。哇，聽到呢度係咪覺得好複雜啦？係咪？如果你想攞換花火嘅48% 嘅全體真傷，你必須消耗3個戰技點，以及同時花火開終結技，你就可以喺呢2個回合裏面攞晒花火48% 嘅全體真傷，消耗3個戰技點，以及花火開終結技，缺一不可。假如你有消耗3點嘅戰技點，但你缺咗花火嘅終結技，咁喺呢個情況下呢，你呢一隊呢所獲得嘅全體真傷呢，就只有18%，即係話少咗30% 嘅全體真傷啊！所以呢一個部分呢，對用開自動模式嘅玩家嚟講呢，係非常不友好。自動模式嘅情況下，只要你嘅人物呢自動做咗平 A 嘅話呢，你就有機會浪費咗1到2個回合嘅真傷啦。之後我哋再講下暴擊傷害城區嘅部分。花火所提供嘅暴擊傷害呢，總共有2個部分，一個係嚟自痕跡，另一個呢係嚟自專屬嘅鋼錐。痕跡嗰部分主要係為咗提供俾自己嘅暴擊傷害啦，以及對單體嘅暴擊傷害提高。而花火嘅專屬鋼錐咧，主要都係提高嘅暴擊傷害啦，包括自己啦，包括全隊以及暴擊率。不過佢嘅專屬鋼錐提供嘅暴擊率咧，無論係1階定5階咧，佢提供嘅暴擊率咧真係好少。而花火需要不斷提高暴擊傷害嘅原因，主要係為咗痕跡嘅戰技夢魷魚對我方單體嘅暴擊傷害提高。咁提高數值等同於花火24% 嘅暴擊傷害咧，再加45% 持續1個回合。佢側面咧有個額外能力就係戰
技提供嘅暴擊傷害提高效果咧，會延長到目標下一個回合嘅開始，所以先至會有坊間講嘅 1.9 回合嘅講法。咁講到底，即係呢個夢魷魚為單體提供幾多暴擊傷害啊？假設你嘅花火咧嘅暴擊傷害為200%，咁200% 嘅24% 咧就即係48%，再加咧呢個嘅45%，咁啊即係話咧呢個夢魷魚咧去 buff 一個單位嗰陣咧，咁佢就會 buff 93% 嘅暴擊傷害，持續一個回合啦。其實呢種嘅提升咧嘅暴擊傷害咧嘅數值真係有啲細，每100% 嘅暴擊傷害咧當中只有24% 咧你先可以攞出嚟去 buff 其他人嘅啫，所以就算你有專屬光錐都好啦，對呢個嘅花火嘅暴擊傷害提升咧真係唔大，效益嚟講咧真係唔吸引。同埋有一樣嘢咧係絕不能夠忽視嘅就係暴擊率。假使跟你呢個主師嘅暴擊率咧低於70%，無論純花火嘅光錐又或者佢嘅戰技夢魷魚提升都好啦，只要你嘅主師打唔出暴擊傷害，咁花火為你提升嘅暴擊傷害咧將會毫無用處。咁講到呢度咧，成個花火嘅基本嘅邏輯理解咧都已經講得好清楚噶啦。依家直接問一個問題就係花火究竟缺少咗啲乜嘢？當你用支筋鳥同丸梅咧去做相比較嘅時候，花火缺少咗對團體嘅速度或者拉條，而且好少能量產點嘅手段，而傷害成傷嘅嗰兩個部分。喺全體真傷嗰部分咧，就睇你有冇經常用戰技點，以及同一時間有冇啟動花火嘅終結技。至於暴擊傷害嘅城區咧，就好睇你嘅花火同埋主師嘅遺棄咧當中嘅詞條靚唔靚啦，以及主師嘅暴擊率高唔高。所以啦，花火嘅死症喺邊度呢？如果你嘅花火咧速度又慢啦，產點嘅手段咧又冇啦，導致佢經常唔夠能量咧去即刻再開始佢嘅終結技。花火唔可以經常開終結技，即係意味住成個花火對團體真傷嘅邏輯咧就會崩塌噶啦。所以講到底，花火並唔係缺暴擊傷害或者暴擊率，而係佢缺嘅就係速度以及佢嘅能量回復效率嘅手段。所以呢個亦都係點解我唔建議花火咧要用呢個嘅專屬光錐，就係咁樣嘅原因。咁我哋究竟要點樣改善花火對團體嘅輔助嘅表現呢？首先就係遺棄嘅套裝一定係離唔開信使套或者風套。花火嘅內圈呢，我會建議用雍雅克。詞條嗰方面就集中於暴擊傷害、速度同埋生命值就已經足夠啦。速度嗰方面先諗辦法去到160或以上，然後再同主師之間呢慢慢做一個調校。光錐嗰方面呢，我就會建議呢能量恢復又或者拉條。最平嘅你哋可以用呢個嘅3星光錐輪契啦，令到裝備者咧喺發動攻擊或者受到攻擊後咧額外恢復4點能量，跌滿5階為恢復8點能量。4星光錐你哋就可以考慮冇。當花火施放終結技就會令我方全體行動提前16%，當跌滿5階嗰陣咧就為行動提前24%。比較貴嘅5星光錐部分我有兩個咧就比較建議，一個就係鴨鴨嘅專屬光錐，但戰鬥還未結束，令裝備者嘅能量恢復效率提高10%。而另一個我會建議支筋鳥嘅5星專屬光錐夜色流光溢彩，只要我方角色進行攻擊嘅時候咧，就會可以攞到歌詠啦，去提高呢個能量恢復效率3%，可以疊5層，即係可以總共攞到15% 嘅能量恢復效率。裝備者施放終結技咧，咁就可以令到咧我方全體造成嘅傷害咧提高24%，持續一個回合。咁我個人咧係會比較推支筋鳥嘅專屬光錐，始終花火嘅終結技咧係會回復4個戰技點。如果用鴨鴨嘅專屬光錐咧，喺回復戰技點嗰部分咧就要睇下會唔會有溢出嘅問題啦。最後花火亦都可以靠咧呢個嘅人物組隊配搭咧去解決能量嘅問題，例如生存位放霍霍咧就可以為咧隊友恢復等同於各自20% 嘅能量上限嘅能量啦。以上就係我對花火嘅深入分析，呢個喺花火嘅弱點上去作出一啲嘅改善建議，希望一啲嘅資訊能夠幫到大家咧喺用花火嗰陣咧點樣可以能夠更得心應手。咁今日嘅影片就到呢度啦，咁中意條片嘅朋友就記得撳個 like、留言、訂閱同埋打個鐘仔，我哋下次再見。